娘，太夫人，娘你怎么了娘？娘你醒醒啊娘！娘，娘，太夫人，娘，你怎么样？娘，太夫人晕倒了。老夫人中风了，快请大夫！快请大夫！谁都不许走！去啊！曹吉祥，我母亲都中风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太夫人，对不住，一个都不许走，继续搜！大夫呢？娘，继续搜！娘，快扶老夫人回房间！好，不能动。为什么？中风者大多是血脉不畅、淤血爆出所致，要是一动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出事的。那怎么办呢？真的吗？你又不是大夫，在这胡说什么？太夫人年老体弱，不赶紧扶进屋去，受凉了怎么办？你会治这病吗？啊？会一点。好，来，小姐，你看，能治吗？有缝衣服用的针吗？快去缝衣针来！娘，老爷，娘，针。给。这样行吗？应该可以的。等恶血挤出来之后，太夫人应该就没事了。你们帮我一起挤，哎，好，把污血全部挤出来才行。娘，杭小娘子，这到底行不行啊？不对啊，医书上说了，十宣放血能治中风的。我再试一下。哎呀，我去请大夫。娘，太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太夫人，哎呀，太夫人，娘，老爷，娘，你怎么样了，娘？哎呀，你别动了，大夫一会儿就来了。应该没问题的，我再试一下。娘，哎呀，小姐，我看还是算了，等大夫来了再说吧。不行，徐侍郎已经知道我是杭家的女儿，要是救不醒太夫人，他肯定会对爹有看法的。哎，小姐，娘，哎，你别动。有反应了，娘，你醒了，娘，哎，醒了，太夫人醒了，娘，太好了，太夫人醒了，你醒了，娘，这样就成了，赶紧找个软榻，把太夫人慢慢的扶上去。好，快去把软榻拿过来，快，赶紧去！太好了，小姐，杭小娘子，你简直是妙手回春呐！姑娘，你这手是跟谁学的？着实不错。大人夫人过奖了，我也只是略通医理。何止是略通啊，你简直就是神医啊！快跟我讲讲，我们家老夫人还需要吃些什么药？娘，好孩子，你跟我说的方子我都已经记下了，这些薄礼你就收着，以后啊，常来我们家做客啊。多谢夫人。小姐，还有一件事儿。夫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请贵府上下对这件事情保密？为贵府太夫人诊病这件事，我还不想让家里人知道。可是我们家老爷已经派人去送信，向令尊大人致谢了呀。什么？完了，糟了！刚刚那个姑娘啊，可真是厉害呀！哎呀，想不到她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高的医术。爹，我回来了。你还有脸回来？跪下！家训第1条，说的是什么？背给我听。中庸守拙，切勿招摇，凡我族人，不得为议。爹，我错了。可是徐太夫人真的等不及大夫过来，我只是想要救人。从哪儿学的医术？没有，
我是照着医书自己学的。还敢撒谎！没人教你，自己就会针灸了。救人！把他话全当耳旁风了。你是送礼，你呢？老爷，逞能！老爷，求你别打了！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，就出去丢我们家的脸！我没有。本来人家都不在意我们的，要不是我救了徐太夫人，徐芷楼才没有那么高兴呢。还敢嘴硬是吧？我照你嘴硬！老爷，我照你嘴硬！老爷，求你别打了！我没错，我没有觉得救人有错。你，小姐，别打了！小姐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允贤，奶奶，娘，你让开！允贤，是我教他学的医，都是我的错。什么？老爷也真狠心，下这么重的手。没事儿，反正他从来都不喜欢我。你说你干嘛去救那个徐太夫人啊？折腾出这么一大堆事儿来，这要换了我，我也会着急上火的。他要是真担心我，只会骂我，才不会用鞭子抽我呢。而且，徐太夫人那会儿真的是很危险，大夫又不在，我要是再不管的话，说不定他就真的过去了。哎，不知道东厂的人找到那个……小心千万别被我爹听到。这件事啊，我们就当做没有发生过。老爷他干嘛不许你学医啊？这事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们家原来姓谭，是世代医家。我爷爷谭父是太医院的院判。可有一年，因为在我们谭家沁县的胭脂里发现了红花精，当时孙贵妃就是现在的太后滑了胎，我们全家都被抓进了大牢里。后来爷爷为了不拖累我们全家，上了吊。我哥哥允良也在带我逃亡的时候摔成了重伤。就是因为我连治血的茜草药都不认识，他才……哥哥临去之前，要我一定带他学好医术。虽说后来爷爷的好朋友钱大人帮我们家向太皇太后求来了赦令，可父亲还是决定改名换姓，改从军职，以期早日升官，为爷爷洗冤。这些年，我们家一直远走北疆，不久前才回到了京城。那胭脂里怎么会有红花精啊？是我家的。那时有个大叔跟我说，加了这个东西就可能让哥哥的胭脂早点做出来，我就上了当。我只记得他手上有块胎记。娘，娘，允贤的医术是您教的吗？天下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啊！把孩子打成这样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声，只想着审问你娘来了。是我教他看了医书。我年纪大了，身子不舒服，他孝顺我，帮我扎过2针，一来二去就学了点儿，这也不算什么弥天大错吧？娘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您明明知道我为了什么才定下这条家规的。刚儿，这些年你改名换姓，在北疆辛苦打拼，娘都看在眼里。娘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让允贤学医，一是怕提起往事伤心，
二是怕朝里的人知道咱们谭家的真实身份。可是我不忍心让咱们谭家祖传了上百年的医术断了根。允贤这孩子心实，他一直都忘不了他在允良面前发的誓。起初啊，我也不想教他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偷偷地找来《难经》和《脉诀》，自己背得滚瓜烂熟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想起允良。娘，在那边！允良，允贤，允良，允良啊！您还是太纵着他了。您想想，允贤当着东厂人的面给徐老夫人诊病，万一太后知道了，有咱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当年我的官职虽然不高，但这朝中未必就没有认识我的人。那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想当初咱们也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才改了姓杭的。新皇登基时大赦天下，你爹生前的罪名也摘了。就算是你被认出来了，太后娘娘她总不会……可我爹根本就没有罪。是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太后娘娘现在是垂帘听政，就算她不想要咱们的性命，可那帮子见风使舵的小人，要是知道了这事儿，那咱们家还能有好果子吃吗？北疆现在没事，可武将不打仗，就升不了官呢。我到处去走门路，不过就是想着被兵部派到安南去征讨离国。只有立下大功，挣了丹书铁券，我才敢堂堂正正地恢复弹性，彻查爹的沉冤。我当然明白。可是娘，您想过没有，徐老夫人万一被他给治坏了，会怎么样？徐侍郎可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当年就是因为允贤他引狼入室，我们整个谭家才毁于一旦呐！小声些，小声些。父亲，我绝对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再来一次。小声点。娘，您别再替他说话了。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也不能再叫他学医了，要不然就真的别怪我不讲父女的情义了。怎么拖了那么久才请我过来？刘太医，今日家母中风，本来让人放血已经好了，可是下午吃了一剂药酒，病情又反复起来了。本官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所以才请刘太医跑一趟。不过您放心，诊金一定加倍奉上，不会让您白跑的。谁跟你要钱了？下午吃的什么药？把方子拿来。哦。羚羊角粉，石决明。这是谁开的方子？就是给家母刺指放血的那位姑娘。我看家母醒了，我就信了她，我就按照这个方子去抓的药。哎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你刚才说开方子的是位姑娘，还给令慈放过血。是。皇上、太后，东厂曹指挥擅自闯入微臣府内，实在是无礼之极。家母受此惊吓，命在垂危。
还请皇上太后为臣做主。果真如此？这曹吉祥是替朕去摘花的，吓到你家老太太，朕也觉得很难过。要不这样吧，朕封个一品诰命给他，就当是赔个罪吧。皇帝，诰命哪能当作儿戏？岂能说封就封？哟，朕现在封个诰命，您都要管是吧？行，那您接着管。朕先回宫里面接着玩蛐蛐去。皇帝，爹，您别烧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看这些遗书了。您别烧了。这些年我镇守北疆，对你疏于管教，你奶奶又一味宠你，倒让你养成了个无法无天的脾气。这样下去是不行了。过2天，我就请个教养嬷嬷进府来，好好的训导你，也叫你知道，大家闺秀不能做那些医婆药婆之事。是，女儿知道了。从今往后，不许再学医，不许再偷偷看什么医书，不许再给任何人看病，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。可是，允贤，听话。是，女儿遵命。奶奶，您不是说您会想办法的吗？唉，身为女子，3从4德总是要守的。可我还没学完呢。从小您就教我，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。我要是没学完，以后一定会被人笑话的。比如我下次再遇到徐夫人，她肯定会问我们家老太太吃了你方子上的药，好是好了，等等，你怎么给她开了方子啊？你不是只给徐太夫人放过血吗？我当时那个情况，徐夫人着急求我就随手开了一张。随手开了一张？这药方子是能随便开的吗？啊，快说，你都给她开了什么药？她不是中风了吗？所以我就开了羚羊角粉、石决明、赭石、夏枯草、龟板、白芍。胡闹！那些药也能给徐太夫人吃吗？啊！哎呦，奶奶怎么了？难经上说这些都是治中风的呀。哎，紫苏，老夫人，您找我。你赶快到徐侍郎府去，让徐太夫人马上停药，就说今天天气突变，必须换个方子了。总之，不能继续再服用允贤给他开的那些药了，明白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快去！哦，好，老夫人。奶奶，我到底是哪儿错了？那些个药啊，虽然也能治中风，可是那是给阳痹之人吃的。但你说徐太夫人，她当时脸色发白，嘴唇发紫，四肢冰冷，那明明是阴痹之症，就必须得用苏合香丸或者是涤痰汤才行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些东西我前阵子刚给你讲过呀，你都记到哪儿去了？当时实在是太乱了，我又有点着急。奶奶，那徐太夫人会不会有事？吃死人倒不至于，不过万一耽搁了病情……娘，咱们俩已经有3年没见了，
您还好吧？你放心吧，娘好歹还是个太妃。倒是你，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没事，偶尔受点伤，也许是好事。娘，您知不知道，这次太后秘密召我进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知道。您知道？是啊，太后跟皇上啊不和已久，最近闹得更是厉害，所以太后才想啊，这些事太后跟我提起过，要不然我怎么出得了朱府到这来照顾你啊？娘，您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让小马子给我捎个信儿？要不是太后用您的性命来威胁我，我也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进京啊。娘也是没有法子啊，太后看得紧。再说，太后的安排也是不会错的。娘，你也希望我当皇帝吗？那当然。娘为这个罪奴出身，已经苦了10几年了，不仅没封好，当年一怀上你就被赶出宫外，到现在都不能回去，还只能住在朱府里头，也连累着你13岁就去了藩国。玉儿，你要是能当皇帝，那娘就是太后了。到那时候，全天下没有谁敢欺负咱们娘俩，咱俩也不用骨肉分离，2、3年才见一回面了。玉儿，娘，您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您忘了吗？当年皇兄是怎么把我从太液池里救出来的？您忘了皇兄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封您为太妃啊！皇兄对咱们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篡他的位呢？可他现在荒唐得很，老不服太后的管教，还派人追杀你。东厂那些追杀我的人不敢公然行事，8成是背着皇兄干的。皇兄他不会害我的，而且皇兄也不是什么荒唐的皇帝。我们小时候在一起读书的时候，杨太傅经常夸皇兄胸有乾坤，将来定成明君。纵然现在他与太后偶尔政见不合，那也不是废他的理由啊。娘，您光想着当皇帝有多风光，您不知道这谋反可是杀头的重罪啊！别乱讲，这可是在汪国公府里。娘，这些事儿咱俩都别掺和。等我在这儿悄悄地把伤养好了，我就回成州去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您接过去的。这不成，你既然都来了，还是见一见太后吧。大慈大悲的药师菩萨，戏女医术不精，误开药方，请您一定要显灵，保佑许太夫人安然无恙。怎么样了？啊？出事了？没事。不过徐夫人没跟我说什么，倒是他们家丫头跟我说老夫人的病情反复了好几次。后来多亏了那个太医院刘平安刘院判大人来了，给重新开了方子，这才慢慢的好了起来。没事了啊。奶奶，我错了。别跟我认错，跟徐太夫人认错去。人家70多岁的老太太，让你这么一折腾，多病了好几天不说，搞不好啊，这命都得少活几年。好，我犯的错，我自己去收场。到了那儿，
要骂要罚，我都认了。站住！说风就是雨，这么毛糙，哪像个女孩子？人家没找上门来，说明还没怪到你身上。子苏说，后来给徐太夫人治病的是刘太医，那个人我是知道的，心肠不错。八成人家知道你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给开的方子，人家就想办法帮你遮掩过去了。哎，可是以后啊，我可不想再帮你学医了。不行，奶奶，您得继续教我呀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您也说过，这世上就没有没误诊过的大夫。我只要好好学，以后一定不会再犯这种错的。奶奶，爹不许我学医，可您是明白我为什么要学的呀。我答应过哥哥的，您忘了？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放心，我以后只跟着您认真学，绝不再给人随便开药方、随便治病了，好不好？我又没有别的兄弟姐妹，难道您忍心让我们谭家的医术就这样被埋没吗？我发誓，以后一定会小心谨慎，绝对不会再犯粗心的毛病。你答应我了，就得说到做到。一定一定！我现在就回去重新学习医书，保证3个月内每种草药、每副方剂的用法和禁忌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一个字都不会差。算了，起来吧。小姐，小姐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那我可算是放心了。哎，小姐，这事都了了，你怎么看上去还不高兴啊？一想到我害了人，就高兴不起来。那徐太夫人现在不也没事儿吗？她那么大年纪，中风哪能那么快好利索啊？说不定她根本就没吃过你开的药呢。再说，要不是你及时给她放血啊，她的病现在只怕更重呢，对吧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子苏，我真觉得自己挺笨的。哥哥小时候可聪明了，15岁就考进太医院，我怎么就一点都不像他呢？小姐，我懂得不多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大夫啊，他给人看的病越多，他的本事才会越高。少爷毕竟是男人，而且他打小就跟着太老爷一起在外面出诊，见的世面多了，自然本事也就高了。没错，只可惜我是个女人，所以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也不能告诉别人我懂医术，只能给你看个头痛脑热什么的。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茜草，可以止血。殿下，郡主，我听说您要出城，可外面很危险啊。没事，我已经从朱府调来了护卫。您现在还有伤，万一牵动了伤势。主要是明天我有些事必须得出城，不过郡主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自己的，不然岂不是辜负了您对我的救命之恩吗？您知道就好。
寅时肺经正旺，所以凌晨这个时候呢睡得熟，人呢就会精气足，气色好。你看啊，这个是肺经、易经，这个呢，哎，允贤啊，允贤，奶奶，我听着呢。允贤，你怎么了？有些日子看你老是魂不守舍的。哎呦，可见瘦了。有吗？可能是天气太热了，吃不了太多东西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快跟奶奶说。奶奶，我听子苏说，徐太夫人还没有好利索。我这些天一直做噩梦，梦到徐太夫人被我给治死了。就这事儿，就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啊！哎，这中风啊，又不是风寒，喝了药就能走能跑的。再说徐太夫人都那么大年纪了，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。再说，她也不一定是吃了你的药才变成这样的。可我开过方子呀。哎呀，记住教训就好了。允贤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教了你那么多年呐，你的本事啊，已经比墙外那些郎中大夫可要强多了。哎呀，可是你要是老放不下自己犯过的错，你要想继续学医的话，就很难往前走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儿个咱就不说了，说多了你也记不住啊。哎，这么着，明儿个趁着天好，让房嬷嬷陪着你去药王菩萨那儿上上香。有些事儿啊，就得你自个儿想清楚才行啊。您要来求药王菩萨，上我们这儿就对了。别看我们庙小，香火可灵着呢。多少达官贵人的太太姑娘都会来这儿舍油放生，求个平安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施主有所不知，我们住持心善，经常收留那些没钱看病的人。哦，那你们打算怎么给他治啊？我们永庆庵的香灰可是神药，再喝点绿豆水也就差不多了。香灰是可以止血，但是治不了他的恶疮。你们这儿好像也没有可以治病的草药。有了，你们把上面的燕子窝掰点下来，碾碎了再和点油，给它敷上去，应该会管用的。燕子窝，这也成？是啊，千金方里面说了，燕窝土性寒，专治黄水肥疮。你赶紧去吧。这么高哪够得着啊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找个高梯，下面叫人给扶着就是了。你赶紧去拿，我帮你去弄啊。这施主菩萨心肠，老尼在此谢过。圆通啊，你找人搭个梯子去摘燕科。是。智通，你带着小娘子进内堂敬香。是。小娘子，刚才那位就是我们的住持净慈师太。我们师太亲自邀您去内堂敬香，这可是福缘呢。请。别跑！抓住他！他往这边跑了！快，小姐，救他！小姐，快起来！站住！把他拦住！还我香炉！求求各位师太，给我一点香灰吧！我求求你们
爸爸，我求求你了！姑娘别哭了，不就是点香灰吗？用不着抢。你们家夫人怎么了？我们家夫人劳累过度，突然小产了，折腾了半天就是止不住血。我听说有齐安岭就数着药王菩萨堂的香灰最灵，所以我就跑来。可是他们又不让我进来。小产用香灰哪顶用啊？你快去找大夫。你们家夫人既被称为夫人，肯定家里也是做官的，怎么光想着用香灰呢？请过大夫，可是还是不顶用。我们家老爷原本是江西巡按，因为得罪了宫里的范公公，现在在家担罪候审。老爷家本就清廉，就是因为请不起好大夫，所以才……江西巡按，戴罪候审。难不成你家老爷就是人称于青天的于东阳大人？于东阳大人，姑娘，有话起来说。起来。刚才你说的我也听不明白，可是姑娘，你既然懂医术，那你可不可以看在药王菩萨的份上，劳您大驾替我们夫人去瞧一瞧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不是大夫。我也没有那个能耐给你们家夫人看病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赶紧拿着银子去烟袋街找王姨婆，跟她说是小产后的血流子块之症，她肯定能治的。哎，你赶紧去，别在这耽搁了。快去！可是姨婆，我们家老爷本来就瞧不起那许子人，就算我过去找了，他也肯定不会允许他们给夫人看病的。再说了，这里离烟袋街那么远，我求求你了。你知道我们家老爷是个清官，这回是为了替江西的百姓们沉冤昭雪，才得罪了宫里的范侯公公，才落得这个下场。可怜我们家夫人跟着他受了那么多苦，姑娘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我真的不能给人看病。对啊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跟你磕头了。你别这样，要不然帮你看一眼。不行，小姐，你忘了上次老爷跟你说过的话了，不能看。可是于大人真的是个好人，当年爹在北疆遭人诬陷，于大人跟他素不相识，却在朝堂上帮他仗义直言。那也不行，上次徐太夫人的事情你怎么不记得了呢？啊，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你们家小姐去帮我们家夫人瞧一瞧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别救我们家夫人一命吧！我跟你说，房嬷嬷还在外面守着呢。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清醒一点。你想啊，九里铺离这里至少还有10里远，而且房嬷嬷根本不会让你出去的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们家夫人看看吧。怎么办呢？想去9里铺是吧？我可以帮忙。哪来的淫贼，滚出去！我的马车是全京城最快的，保证你不到半个时辰就可以到9里铺。怎么样，想不想去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天下第1大闲人，专门多管闲事。元宝，又在这儿胡闹了。师太，杭姑娘，别害怕。他叫郑琦，是我的内侄。他不知道你今天在这进香，所以才突然闯了进来。望你看在老尼的薄面上，放他一马。事太严重了，我就当没见过他好了。哼。不过你别看他举止鲁莽，说话办事还是有分寸的。于大人是个清官，姑娘要懂医术，能够救于夫人一命，那真是功德无量。我老尼作保，让他陪你去于府，不到2个时辰，必定赶回。可是房嬷嬷还在外面呢。哎呦喂，这个不用担心，我会派人去跟他说一声的。老尼看你是有缘人，所以才留你在这抄一卷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。好了，别那么多废话了。本公子是看你有些血性，才决定帮你的。怎么，去不去，
给个名话呗。小姐，咱们是姑娘家，怎么能跟一个男人随便出去呢？去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爽快，本公子喜欢。这怎么样？车够快吧？这别出声，静慈师太说了，他就是爱整人，你越害怕他就越得意。喂，你们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非礼勿视你不懂啊？这么讲规矩干嘛？你们家小娘子的花容月貌，我早就看见了。我先把你们家小娘子给娶回去，再把你捎回去做个劈柴丫头，怎么样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在这儿我喊人了？叫啊！你尽管叫，大声叫，就是不知道这荒郊野外的，有谁可以救你？别怕，他就只敢嘴上占点便宜。怎么？你是觉着我胆子小，不敢对你动手是吧？大哥，麻烦你再快一点，要能早点到的话，我肯定给你2小银子打酒喝。你干了什么？曲池穴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麻筋，碰对了地方就会手劲酸软、麻痹无力。郑大公子，你想要对我动手动脚，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停车！没我的话，车子就不能走。我看你现在还得意不？咱们玩笑归玩笑，不能耽误了大事。你要是生气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可咱们得赶快走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偏不走，我还没坏你名节呢，哪儿那么容易就让你们走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郑公子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家夫人快不行了。我管你家夫人是死是活啊！够了。你去哪里？郑公子，我原本以为你跟我一样，是敬重于大人的官品为人，才仗义护送我去于府。临行前，静慈师太再三提醒，说你虽然嘴上轻浮油滑，但私底下却是一位热心的游侠公子，所以我才不顾规格仪态，冒险和你一起前往。可是，一路上你不顾人命关天，只想着欺负调笑我们，分明就是一个不堪重任之人。允贤虽为女子，宁肯自己步行前去，也休与你再同一车。紫苏，你们下车。走着去，可是还有好几里路呢。不怕，你怎么来的，我们就怎么去。都说静慈师太是位得道仙人，我看有你这个侄儿，可真是丢光了他的脸。咱们走，不求他帮忙。小姐，你放开我！小姐，你放开他！你干我什么？是你要给我夫人看病？不是我，是他。老爷，这位是杭姑娘，医术高明的很。听说夫人生了疾病，就特意跑过来帮忙。您不是嫌弃那些大夫都是男子，不方便给夫人看病吗？胡闹！这天底下哪有女人当大夫的？两位仗义前来，于某感激之至。只是内子之病，并无大碍，两位还是请回吧。他说您家夫人都血流不止了，怎么会并无大碍呢？于大人，我的医术还可以，您相信我好不好？快让我进去给您夫人看看吧。姑娘，看你说话行事，也是个大家闺秀，怎么可以和那些医婆药婆之流为伍？出门也不戴纱帽，还和一个男子出双入对，有伤闺誉。你说的什么屁话？你个老古板！于大人，医婆药婆也是救人的，你快让我进去吧。夫人，夫人你怎么了？夫人！嘿！
小蓟根、益母草、当归，这些都是产后止血的良药，再扎针止血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怎么会不管用呢？大夫之前也说要给夫人扎针，可老爷不让，说男女有别，肌肤相接，视为大耻。荒唐！足三里、三阴交、毒阴这些穴位确实是在腿上，可夫人命在旦夕，你们大人居然……算了，先救人要紧。止住了，止住了！夫人，你可算醒了。我还没死。夫人，你是谁啊？于夫人，我是大夫，您放心，已经没事了。夫人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夫人。于大人，此方名为理气散瘀汤，用水煎服，连服7日即可。若夫人还在流血的话，就加灌重炭3钱。杭姑娘，多谢了。只是这东阿阿胶，东阿阿胶，这味药是比较贵重。但补血就得靠它，要不减量。唉，去，不就几个破钱吗？拿去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抓药去啊！公子，东阳虽贫，但清真自守。哼。不敢受公子之赐。哎呀，清真自守，清真自守的下场就是让你的老婆没钱抓药，然后就病死了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狗屁！要不是老子飞车赶来，你老婆早就血流成河了。怎么，你刚才不是还讲规矩吗？怎么现在不顾男女有别，当着面跟他说话了？于某的岁数都可以做杭姑娘的父亲了。圣人云：年过40者，欲即可从权。那刚才您为什么不适可从权？您夫人都快断气了，您还不让男大夫给她净身看病，还瞧不起那些医婆药婆？难道那些礼教伦常、男女大防、上下之别，当真比您夫人的性命更重要吗？男女大防乃圣人之教，怎可不尊？全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人命，在性命面前，就算是皇帝、神仙也算不上什么。只要能救您夫人的命，不管是什么人，都是神医。好，好，说得好。杭姑娘，我敬你救了我夫人，这才对你忍让再三。如今，请。怎么，把人用完就想赶人啊？这就是集清白于一身的于大人？哼，老子跟你素不相识，是看你人品还有官品不错，才出手仗义救人的。没想到，你和那帮老臣一样，一样什么？一样没脑袋。什么圣人？难怪你被范红整成这个样子。老子虽然不算什么伟大的人，但也不想跟你这种老迂腐在一块儿。你什么你啊？咱们走。夫人，夫人。
你醒醒啊，夫人！怎么了？刚刚下车刮的，没什么。你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啊？哼，我宁可强抢民女，也不会抢你。看你自己学医的，把伤口弄成这个样子，到时候留大疤的话，哭死你！不用你管。谁要管你啊？要不是师太的话，我……夫人，老爷，你不要和郑公子、杭娘子他们吵，要怪就怪我吧。要不是我身子不争气，也不会拖累你。夫人，是我拖累了你。你嫁给我25年，却连一根金钗都没有戴过，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我也不能给你请个好大夫。于东阳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这小丫头刚救了你老婆的命，你还说她不是个好大夫？你说你……谁让你们又回来的？于大人，刚才都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可是今天如果没有郑公子，没有我，这么多年宦海沉浮，一直陪在您身边不离不弃的夫人，很可能会因为你的严守礼教而命丧黄泉。到时候，男女大房是否会陪您一个时时为您端茶送水、嘘寒问暖的夫人？允贤言尽于此，还请大人三思。小姐，那个于大人还真是个榆木脑袋，他居然说你不是个好大夫。他倒也没说错，本朝本来就没有女人做大夫的先例。哼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子苏说的对，他就是个木头脑袋，只会跟那些夫子啊人云亦云。要不是今天我把马赶得跟飞似的，他的夫人啊早就驾鹤西归了。你说别人人云亦云，可是你刚才骂于大人的话，还不是跟我骂你的差不多？哪有？好了，别嘴硬了。今天能救于夫人，你立了头功。等回到永庆安，我就跟静慈师太说一说，让她好好的夸赞你，成不成？谁要他夸赞？我又不是小孩儿。不过可以叫师太再做一回桂花蜜，我最喜欢吃那个。还说不是小孩，馋猫。不过那个于大人也挺可怜的，我刚才在他家的灶房帮他烧水的时候，他家连米都快没了。于大人就是因为太刚正清廉，才会被皇上削官后罪在家。我得想个法子让爹知道这件事。喂，说不定他还能带于大人在朝上说说好话，求个情什么的。对，哼，求情？你要知道啊，于东阳得罪的是范弘，那是太后最宠的太监，他的手上还有先皇的免死诏书。你爹好像只是个从四品的宣武将军，芝麻绿豆般的小官，能帮上什么忙？而且你别忘了，刚才人家根本不领你的情。他领不领情是他的事，但只要他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，我就要帮他。帮他？怎么帮他？你真以为你是仙女下凡？你要真想帮的话，你就给太后隔空下个药，让她生场重病，那个于大人呢，就可以沉冤得雪了。怎么听起来，你好像比于大人还要恨太后娘娘？莫非你曾经犯过什么事，得罪了他老人家？别瞎猜。其实我听说，太后娘娘虽然为人严厉，但还是个好人。
我看你衣着打扮不凡，想来也是出身富贵。要不然，随便找个太后娘娘信任的人去求个情，比如汪国公，说不定他也会饶了你。闭嘴！你懂个屁！谁要他饶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怎么走了？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你回来！你少爷，你等等我！你走了，我们怎么走啊？你怎么老下车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别管他了，咱们想办法自己把车赶回去。可是你会吗？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麻烦你快点走啊！走！走啊！救命啊！撤！后面没人盯着。咱们还有多远？大概还有半个时辰。哦，撤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小姐，救命！好像是马精了。驾车的好像是个姑娘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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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撤！撤！撤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撤！撤！撤！紫苏，你没事吧？这位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多谢公子相救。是你？你铁皮石斛，是你？你没事啦？我早就没事了。上次多谢姑娘出手救我一命。没什么，我当时只是帮你包扎了一下伤口，就把你丢在那儿了。我知道，其实你走的时候我还有意识。你没晕过去啊？其实跟晕过去差不多。不过后来大夫跟我说，如果当时不是你及时医治我，我可能早就……当然了，我们家小姐医术高明。后来徐太夫人她中风了，也是我们家小姐给医好的呢。对了，当时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有人帮我。对了，公子，东厂的人为什么要杀你啊？你是不是得罪他们了？多嘴！他不是有意要问这些的，你别介意啊。谢谢你。其实这件事，我现在真的不太方便说。我明白，反正你没事就好了，其他的我也不想问。我倒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上次我明明是拿利刃逼着你，你为什么还回来救我？难道你不害怕吗？肯定是怕的，只是我不能眼看着你死啊。我还不知道姑娘尊府何处。你们刚才这是？哦，我姓杭。哦，原来是杭姑娘。在下朱玉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所以很多闺秀都出来踏青了。刚才你这马惊成这样，想必你们的马夫也受伤了吧？都让你猜对了。
现在已经不早了，如果你们不介意，我送你们回城吧。那太好了。只是我们还不能直接回城，要先去一趟永庆庵。正好，我也要去永庆庵。真的？上车吧。好。哎，这个是你们的吧？这是老太太送给你的，可能是刚才碰坏了。算了，先收起来吧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我让你到于府去做客，是让你好好向你干娘学一下闺阁仪态。可是你呢，正事不做，反倒学着考什么松墨。你看看你的样子啊，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没有啊？他的脸是考的松墨，你的脸又考的是什么呀？你又偷吃了？是，我都吃了。还不赶紧打盆水来洗洗你们的脸？是老爷。姑娘不像姑娘，丫头不像丫头，成什么话？女大不中留啊，是得赶紧把她嫁出去了。要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还不知道闯出多大的祸事来。哎呦，太咸了！是真有什么糊了吧？哎呦，坏